大家好，我是郑斌老师。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二分区的基本型。今天我们分享这款呢，是一款超短的一个短发，那么甚至可以入眉的一个短发，那么也可以入耳朵的一个短发。那么长度上呢，大家可以自己去控制。我们分享的分区依然是顶部放射点的位置分到耳朵上面，然后刘海区的位置今天分了一个特别大的刘海区出来，因为我们刘海区的头发整个要向前走，所以我们把这几个面提前分开。刘海区，然后呢，除了刘海区以后，我们在顶部的放射点分到耳朵的上方，然后先剪后部的头发，再来剪两侧的头发。我们分一半的头发出来，因为我们这个后部呢剪的层次也会偏高，所以它不是特别有重量的一个发型。好，我们因为剪的是去除，所以我们直接呢提起来90度提拉我们的刀口呢也是垂直地面的，也是90度的一个刀口长度控制在3到5厘米的一个长度落差下来。因为我们这个短发呢，大多数情况下剪这么短了，都是短发改短发去剪的。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会遇到这种短发或者是中短发再去改剪短发。这的位置呢也是随着头去走不需要使劲的往后带，因为我们不需要去放长它，去除的修剪它就好了。还是一样的90度去提拉。我们手位呢由下向上，因为我们呢这样引导再从上往下去剪。你的角度一定要提对，如果角度不提对呢，我们剪出来这个形态，它的重量或者层次就会发生变化。这样的这个角度提拉修剪。剪这边没有那么好剪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先拉向前，把它连接一下，然后呢再来去这层角就可以了。因为这边的头发呢没那么好提拉，去这个角的过程当中。修剪出来之后呢，两边会形成一个自然去除的一个框架。好，两边是入耳朵斜向下，后面形成一个收紧服帖的感觉，这形成了一个高层次的效果。接下来我们以下面的头发这一层为引导来修剪上面的头发。这个头发呢可以剪两种风格。后面如果大家在剪桑叶的时候，可以根据现场去变化。我想剪个有一点点堆积的，我可以从两边去剪，对不对？那有点斜圆，我们也可以从中间去剪放射的，随着头缘去走。如果在基本型里面，我们建议大家就剪这种放射的就好了，从中心线的位置去取引导。好，找到引导线，我们以下面的头发呢剪过的地方为引导。好，上面呢采用一个一样的方法，一个90度的效果往上去延伸修剪。如果大家需要点重量的话，可以把它降低角度来修剪这一把表面上修剪成重量的一个效果，然后会有一层很生硬的印子，就让它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效果。好，继续随着头缘走去修剪。顶上的头发也不要完全拉到90度去，因为顶上的头发呢这里是个弧度，你拉得特别高的情况下，修剪完之后表面上的头发它会比你想象中的会更短，这个落差层次要考虑到它有个距离。好，继续。只要你角度提对了就可以了，不需要去偏移的头发，大家坚决不要随便去偏移，一偏移了，它又形成了有这种推动力的效果，像三角的一个结构一样，往前推或者是往后推，它就会形成可能我们不想要的一个形状。剪所有的短发都用到了一个偏移推动力的技术，所以说它剪完后部的位置呢会很相似。所以在剪基本型的时候，你剪什么发型要像什么发型，这样你在变成桑叶的时候呢，你就会更加的拿捏得住。好，这个呢是两侧也不需要去偏移，所以我们还是一样的90度去修剪，连接到顶上的头发，圆形的切口。后面整个形状现在剪完了，接下来我们由后面的位置修剪延伸到两侧，
提拉的方式可能平常我没有这么标准，或者我怕错，那大家可以这样，先分出一层来做引导线，因为这个侧面这一层是不是没有引导？我们先剪出一层轮廓形状引导出来，好，再来去剪。好，找到上面的头发，看到没有？好，我们找到这个后面转角面的头发，拉出来，看到没有？引导线找到之后呢，就直接你往后拉的越多，这个角呢就放的越长。剪好了下面这层引导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换一个方向啊，由后向前斜向前的划分线来修剪。好，找到后面的有层次的头发，同样的方式，上面顶上呢平行的提拉出来就可以了。因为两侧的头发呢会比后面的更少，所以说我们尽量两侧的头发要注意，不要修剪的比后面的位置更短，这样很容易形成两边的层次会比后面的更高，而且出来的效果不好看。这个时候大家也要注意啊，不要使劲的去偏，很多同学这个时候会形成一种使劲向后带啊。你使劲向后带会形成一个形状，就是上面这层重量呢会斜的太厉害了，那前面突然保留的很厚重很多，那它的这层重量没有跟后面的这层形状形成自然连过来，也不会好看。不要后面很高，突然下面很重，那这个就会不协调，是吧？那我们尽量修剪的更加协调一点。前带呢，把这个多余的角呢去抹掉。这个时候大家也要注意，抹这个角的时候，保留的鬓角最长的一个位置。好，我们向上走，把这个多余的角抹掉。好，抹掉以后，大家看得到这个位置就会更加的流畅。那么这个侧面就修剪完成了，接下来修剪另外一边。我们之前剪过的是这边，这边没有剪过。手位好的人依然跟刚刚说的一样，可以直接分线去剪啊。那我们如果平常功底差一点的发型师，那我们就再分一层出来啊。分这层出来呢，是直接剪成一层引导的形状，对不对？那么再去剪上面这层，效果就不一样了。好多位置的，最短的这一层头发，看它往哪里走，我们提一个手指位夹着去修剪就好了。不建议大家把这个头发呢，就是剪得特别短，特别短的时候这层头发就翘了，所以我们要保留这个底线的一个尖尖角的一个长度。我们一次性就把它剪得特别短，那我们一吹干它是不是就缩得更短了？好，这个底线出来以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去修剪上面这层层次。后面的头发依然是斜向前的划分线，上面的头发好平行的提拉出来，不用把角度呢降得特别的低，稍微要比后面的角度呢降一点点。为什么？因为前面头发少，这样它自然能连接过来就好了。但是不需要说降得特别低，那会它的厚重度会太大，剪得很和谐的效果才会好看。如果我们剪头发过程当中，它变化的太过于快了，那它的结构与结构之间是很难和谐的。好，剪完这个角度之后，重新来，我们又把这个侧面呢重新分一片出来，连带。角呢两边可以去的差不多的一个位置，到眼尾的位置，或者是到我们眉尾的位置都可以，因为你短发嘛，我们要的都是比较短的效果。保留到鬓角这个位置是最长的，所以说大家剪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你的型是保留到哪个位置上。再来，我们去修剪刘海。刘海的话，我可以变成很多个形状，圆形的、平的，是吧？斜的或者是我们剪个盖下来的不连接的都可以。但是我们在基本型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做那么多商业，那我们去把这个刘海呢剪一个左右两侧的位置可以连接的。可以剪的一边长一边短，也可以剪个没上的就可以了。那我们从左边的位置呢分出一个斜的小发片，在我们刘海的一侧位置。好，你也可以先定出一个长度，这时候我们找到我们另外一侧的这个修剪过的一个形状层次的地方。好，这时候从这里开始去做修剪。好，这个提拉的时候呢都是一样的要角度要高一点，因为后部基本上都是角度高的，那我们前面不可能是0度去修剪。然后呢，每一片逐渐的向前那边靠逐渐的向前那边靠，那么让它达到一个
逐渐的、慢慢的去延长的一个效果。好，刚刚修剪过那一片，对不对？那我们一定把前面刚剪的这片，像刚刚修剪那一片靠啊，这样大家就会理解。那么逐渐就带有一点点斜度的效果。如果你要斜的更厉害呢，你就偏移的多一点。如果我只想自然一点，我就剪出我想要的形状，那我就是略微有一点点斜度弧度过去就可以了。找到底下的头发去做引导啊，把多余的头发呢去掉，拉向这边连接一下。好，我们刘海的位置呢可以不跟它一起连接，可以放长。上面的头发一定要跟侧面一起连接，为什么？我们这个刘海可能要放长，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刘海的位置呢，单独可以去做一个放长这个侧面，就不需要像那边刘海从这个位置衔接，一衔接它又变短了。好，上面的头发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跟这边的头发做一个衔接。那整体的这个轮廓形状就已经修剪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帮它去顶部做一个轮廓的连接，因为我们四周是不是剪了，顶上没有连接。接下来我们去做一个顶上的连接，形成十字分区的效果，横向纵向拉起来，把顶部多余的头发去掉。点剪，点掉多余的头发就可以了。最前面的位置呢，我们还是拉向相反的方向。为什么？如果我们拉在中间一个位置剪，那它本来就一边长短，那你就会把这边长的位置的全部剪掉。整体的这个形状呢，我们就现在就修剪，算是已经完成了。它的结构形状，如果在基本型上呢，我们就不需要使劲的太多的去修饰。好，我们这个头发呢，大家看得到它的整体型就修剪完成，梳好的效果大家看到。刘海的位置呢，我们是一边长一点，一边短一点，逐渐的一个过渡过来。那么整体看到这边也是偏长一点，那么这边看起来它是偏短，其实鬓角的长度是差不多，大家可以通过修饰去调整一下。接下来把它吹干，我们再去过渡修饰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剪完整个头发之后呢，可以把这个边缘线多余的头发呢把它修掉去掉这头发呢会显得更加的精致，因为我们这头发呢有鬓角的，所以说我们这鬓角的位置呢一定把它修的从前面往后走，后面往前推的感觉，形成一个尖尖的这个滴水的感觉。这种就是细节的处理了。当你能把这个头发呢在商业的发型上，其实就是这些基本型的变化。你能把这些基本型剪好之后，把细节处理好了，那这个头发其实出来它就是个商业的发型了大家所以很多的发型师呢不明白说怎么剪它有美感，就在这些基础的型上，你能把它去变化出不一样的味道，这时候它就美感就出来了。耳朵后面，然后我们再从这个地方转弯的往下走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不要剪掉太多耳朵后面，太多的情况下我们会表现的耳朵这个后面很空，因为每个人耳朵后面的是没有什么头发的这一块，所以我们尽量把这个位置呢要保留。所以我们这个线呢是从后面也有点转弯，圆形的向前走。今天这款发型呢我们就修剪完成了，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吹干之后这个效果。好，我们在这个边缘的效果呢处理了一些细节，让鬓角呢形成了更尖的一个小的滴水的形状。那么转弯的位置呢，大家可以看到最高的位置是在这个眉峰的上方，然后逐渐的从另外一侧逐渐的延长下来，这就是我们往一边提拉的技术，自然它推移就会这样走。那么这种发型呢在生活当中呢其实可能剪的你把刘海去改一改，那可以变成很多的一种发型的味道，那么并不需要说一模一样的去剪，那么只是说我们在剪基本型的时候需要大家去做这样的组合，提高大家的美感，什么层次的都需要去剪。而这个剪出来的比例，我们横向比跟纵向比是横向是1份，纵向是2份，也就是1:2的一个比例，它出来的效果才会好看。
好，我们相反，这半边的位置呢，剪完出来它比那边是长一点点，这是刻意保留的。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去做到这边可以更长，或者是里面掏空都可以。大家呢可以去做一个自己想要的去组合。后部的位置，当我们层次越高的时候，这后部，那我们前面的位置的层次也要比较高，这样才会形成一个比较协调的效果。如果我们后面的层次比较高，剪完出来，那前面的层次很低的话，那我们就看不出来这个发型的特色可能会前面太过于厚重，所以你要剪出来比较协调的一个感觉。好了，今天的发型呢，我们就修剪到这里结束，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我们下一集继续与大家见面。